酸菜鱼是川菜的一道经典菜品，以其独特的烹调技法而著称，是川菜走向世界的开路先锋之一。酸菜鱼传入广东之后，可谓遍地开花，但凡跟川菜有点关系的食肆，都少不了这道菜。爱吃爱钻研的老广们不断地对酸菜鱼进行改良，让其适合本地人少辣微辣的口味，或者在原料上进行新的选择。秀条哦，大条的。阿叔，他这个鱼怎么样啊？这个鱼好啊。你莫怕挨挖，挨不下去别挖，挨不看到你卖吧。这种藏在深山里、卖家不愿过多宣传的鱼，不过是普通的鲩鱼，只是经过当地村民特别的方法养殖之后，才会远近闻名，身价高起不下。红冠镇中堰村四周高山围绕，在这个半山腰的山间平原里，星罗分布着20-30户人家。一条山溪由南到北蜿蜒地穿过村落，山溪欢悦叮咚，潺潺流动，在其两旁分布着大小不等的数十个水坑，宛如一根绳子上连缀的许多气球。打上来了。每天早上，村民邱红云就来到自家挖的水坑边上，查看坑里的鲩鱼。我们这里每家每户都有1-2个这样的水坑，都是用来养鱼的。别看这些鱼很普通，长大了以后可是很能帮补家用的。我们都会留几条，过节家人团圆或者是亲戚朋友过来的时候，就是一道百吃不厌的硬菜，怎么做都好吃。山区里在房前屋后挖坑蓄水，本意是为了生产生活方便，广东人称为荡仔。唐朝时，有人在坑里养鱼，便称其为荡仔鱼。如今农村家庭早已不用荡仔里的水，但是荡仔养鱼的习俗却一直保留至今。邱红云是村里的后备干部，家里主要还是种田。我家里面就挖了一个这样的鱼坑，就说顺着溪流的方向，把水引进来的进水口。以后在那边的话，在鱼塘的那一边的话，就是我们的排水口。以后这样就保持我们有一个就是流动的活水。山溪清澈见底，终年流淌，形成独特的微流水环境。投放的鱼苗品种单一，没有异类的角逐，生息时间更充足。我们这个水都是从山泉水来的，那个水温比较低，所以说我们这个鱼长得比较缓慢。春分的前后，就是说投放那个鱼苗，到7-8斤重的时候，它就长得快一点，因为它就适应了这个环境了嘛。山顶的日落来得似乎更早一点。邱红云又来到家里的鱼池边，准备割草喂鱼。我现在割的这个，我们这里叫做象草。平时那些红薯叶啊，
还有那个木薯叶啊，还有地里面那些杂草，我们都会拿来喂鱼。在山泉水滋养下长大的鱼，出落得肥而多肉，肉质坚韧紧致，香滑鲜甜，入口爽脆，并且久煮不烂，基本没有泥味儿及腥味儿，成为当地招待贵客的首选菜式。中秋临近，在外打工的妹妹回家过节，为了让妹妹能吃到久违的家乡菜，邱红云和妹妹一起开始捞鱼。有700斤有。太强了。老广的餐桌讲究星辰搭配，选取油脂最厚、骨刺最少的鱼腩部位，同梅菜一起入锅清蒸。丰腴的腩肉让脆嫩的梅菜吸饱油脂，带有鱼的香味儿，而梅菜的咸更增鱼肉的鲜甜风味儿，两者相衬，足令人大快朵颐。看到哥哥忙里忙外，妹妹邱艳红也过来帮忙。我在广州工作，今年吃酸菜鱼。我们家乡这个鱼品质那么好，要是拿来做酸菜鱼，肯定很好吃。酸菜洗净炒干水分备用，鱼肉切成薄片，鱼骨鱼头油煎之后煮汤，煮至汤浓味出，放鱼肉煮至80%熟。干花椒、鲜花椒、辣椒用油爆香，趁热淋上。在滋滋啦啦的声音中，屋子里充满酸菜鱼氤氲的酸香味儿。酸菜开胃提神，帮助消化；鱼肉则一扫清蒸的丝纹，变得爽脆可口。晚上，月光如水，家人团聚之时，吃着自家养的鱼，虽然简单，但格外香甜与踏实。干杯！